不过接下来我想要问彭平，你刚才讲到说出庭这件事情，应该是这礼拜啦，这礼拜你出了一个视讯的庭，然后对，我相信很多的宇宙政经学院的同学看到蛮不舍，因为他们并没有办法直接看到庭上面讲了什么嘛。那但是，我看到你有谈到一些家人的部分，其实你过去也很少讲，就是说在心理上的这种压力的部分，你当然都会跟大家说，其实心情很好啊，调试的也很好，但其实有碰到像妈妈的状况，像女儿的状况，倒是你在视讯庭上有跟法官这边有来陈述过，对不对？我觉得感谢上帝了，因为我有信仰，我有信仰。圣经上说啊，这至战至亲的苦楚啊，就是这些苦啊，比起将来的荣耀，就是不足为奇啦，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足奇了。那当然啦，任何人碰到这种事情，心里面真的会很纠结。不过，我觉得，好吧，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这是我领受自圣经的教导。那人生有很多的不如意，人生有很多的苦，那我们要看看这一些，你所做的事情值不值得？如果值得的话，这一切就把它当成是生命当中的一个功课吧。那我想总有一天，这一切的委屈都会被平反。那我想那一天应该有更大的荣耀跟奖赏，会在上帝的眼中。如果我们看到我们所在世界上的这一切都是只是镜花水月，更重要的是那个永恒的冠冕。如果各位相信我，各位跟我有一样的信仰，你会理解我在说什么，你也会知道我的力量是从哪里来。那彭斌，这个你自己的部分，其实我当然相信，除了坚定的信仰，你还有信心，你也有毅力。不过大家也很蛮关心，就是说，因为我看到好像说女儿当时哭的时候，是感觉起来你被告的时候，那后续当然接连发展，压力也当然越来越重，然后包括了通气这件事情，我不晓得家人后续女儿有比较理解了，或者说比较释怀了吗？那妈妈的部分，现在这个身体健康应该都还 OK 吧？对不对？就是会不会还是为你很烦心、很操心？还 OK，而且我不太敢跟他说，因为我怕他问。所以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这个事情要解释很困难。那因为他未必具有理解这件事情的能力。女儿自从上次，你知道，其实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们看到我开开心心。他们虽然不知道这事情到底很复杂到什么程度，女儿可能知道，因为她念高中。我8岁的女儿今天还问我什么叫通气。我说通气就是那个国父孙中山先生当时跑到英国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他跑去英国，他的老师呢还帮他很大的忙，那个过程就叫做通气。他听了以后觉得这个还蛮值得骄傲的。所以因为这个孙中山是国父嘛，所以他就没有把这个字当成很负面。我觉得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让他们看到我开开心心，没有任何的忧愁。这件事情胜过千言万语。我是说真的，我连我的姐姐家人他们都没有问我，一句话都没有问我哦。我以为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可能散居有些人在台湾，有些人在别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其实都知道。他们不想问，因为不知道该问什么。可是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让他们看到我的平安，看到我的喜乐，就胜过各种各样的解释，这是我能做的。所以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有告诉大家说，去看一部电影，
叫做《美丽人生》，我不知道徐甫看了没有？我有看过这部电影，对，叫做《Life is Beautiful》，意大利的导演。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记得要带浴巾。我记得我哭瘫了。我觉得那真的是人类一个很升华的爱，跟一个很，就是说人在困境中，你不能改变困境，可是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智慧跟幽默，让你周边的人感受不到你的痛苦，这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种情操。我努力的学，我希望周边人不要为我担心。而就我自己来讲，我觉得800多个日子以来，我毫无一点，我对我做这件事情一点都不后悔，而且我越来越坚定的知道，我做这件事情有它非常非常重大的意义。我知道这件事情临到我身上绝非偶然，我认为就像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受洗一样，这是上帝的拣选，因为上帝知道我的心脏够大颗，上帝知道我的抗压力，知道我的耐性，知道我在学界待过，知道我在法界当过检察官评鉴委员，他知道我有对付检察官、司法官的经验，而且是我在评鉴他们，是我评鉴那个恶行恶状、丢检察官的脸的刘成武这一类的检察官，我有这个经验，我自己有拿过博士学位，我也指导过很多硕博士。我人生有很多的经历是我可以做到，我可以让这件事情做成的，所以我就被指派要做这件工作。我认为我没有推卸的，我不可以推卸，我没有推卸的借口，我就甘愿把它做下来。既然甘愿做下来，我就要让我周边的人看不出我的忧虑。那当然我自己也要没有忧虑。圣经上说，不要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这是一种很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人生经历。不过我相信，不用多久，我走过这一段，我回头再看，我除了感谢我周边所有的人，包括徐福在内，我会感谢上帝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深刻的经历了一条公益的路。那我觉得朝闻道夕死可也，我就算明天早上挂了，我不忘此生。我刚才一边也在看那个聊天室，非常多的网友说这个彭批撑着，彭批加油，彭批坚持到底。当然很多人关心彭妈妈的状况，因为我刚才字里行间我听到彭批其实不太敢跟，因为我知道妈妈的那个年事是蛮高的，那不太敢跟她去聊这个事情，也老人家能不能去理解，或是甚至我在想说，会不会彭妈妈有时候就劝你说，你就不要跟当权者，你何必要把自己整个精力都跟所谓的当官的，或是所谓总统这么位高权重的人去斗？会不会彭妈妈有时候也会有这样心疼儿子，然后而希望你放弃，有类似这样子的想法？没有，我觉得我妈妈的最高智慧就是她一句话都不说，一句都没说。我还怀疑她是不是不知道，可是我不认为她会不知道。因为我相信我有亲戚朋友会不小心跟她说，我猜了，因为她不知道，她装作不知道，或者真的不知道，我都没有必要让她知道。我姐姐劝过我，她觉得我是不是该为自己着想？可是我觉得，如果我爸还在世，他一定会告诉我说：“孩子，对的事就去做，不要瞻前顾后，不要害怕。”那我更相信我在天上的天父，我的上帝，一定会告诉我说，不管是高山低谷，走过死荫的幽谷，你必不致遭害。耶和华的右手会扶持我，所以我相信这一条路绝非偶然。我不是不小心被乱枪打到，
我做这些事情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这个原因也许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是我 ？Why me？ 为什么要找我？我不过就是我不就是个媒体人嘛。第一个讲的也不是我，第一个讲的是曹长青，第二个是林环强，第三个是贺德芬，我是第四个，我第四棒。我讲的也没有比他们凶，我后来讲的比较凶，可是我被告的那个时候我没有，我不是最凶的，那时候我还假公正嘛，我还在那边看看西看看，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是我？显然是我有使命，我有一个任务吧，我就去把它做完吧。有一天我会知道，等有一天我的人生画上句点的时候，我可能会知道哦，原来这一段是这个意思。对，这一部分，其实我有跟彭皮聊过，就是我也有这个朋友，就是在媒体界、在政界也蛮资深的，他聊了这件事情，他说论文这件事情还真的非得要彭批才能够让这件事情被关注到，因为刚才彭批其实也谈到，你要必须具备有一些在法律上面的司法的了解，然后你懂得里面的门道，再来，另外你要在学界里面你也待过，你才会知道整个求得博士的过程大概是要怎么样，你必须要有哪些要件，最重要的是你有媒体人这种阐述的能力，然后化繁为简，然后会有那个传播的效益出去。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讲说，不是彭文正还真的没有办法，因为要找到这样子正好这三个背景对照到论文门上面能够符合的，他说现在看起来也就彭批，所以刚才彭批说你自己是第四棒，我想到那个400公尺冲刺啊，最后一棒都是要冲的最凶、最猛、最狠的，所以第四棒是没有问题啊，应该就是你讲的，就是神拣选了你，所以你就会觉得大概会有这个样的使命吧。对，对，而且我觉得我感谢所有的包括论文门开箱的朋友们，因为你们的支持啊，其实我从民间得到的很多很多的鼓励啦。我其实我将来这件事情结束，我要把这个案子里面的所有的共犯都清楚的描述一遍。其实我更想做的事情是，我想要写本书来感谢这2年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鼓励我的朋友们。我觉得人间真的有温情啊，台湾真的最美丽的风景是人啊。虽然我们常在揶揄说，哎呀，那些政府官员、立法委员、大学教授、校长，他们为什么都不开口说话？那可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哦，仗义多为土狗辈，复兴总是读书人嘛。我们慢慢发现，社会大众基层的老百姓，其实他们是善良的，他们是知道是非的，他们是坚持公义的。很多人你很难想象，你知道，包括最近我们辗转碰到有朋友告诉我们，他给了我电话，他说，有位修女，主动联络我们，说他会把我们的论文门翻译成西班牙文跟法文。我只是随便举一个最近碰到的例子，你会非常感动。这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他们在为了这个我们共同的目标，用尽各种他们的能力，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情。我只是个代表人物啦，因为我只是放在台面上的人。其实很多人是非常值得纪念。我很想写一本书，去一个一个感谢在这个过程当中，用各种形式来彰显公益的人。所以各位同学，论文门开箱的同学们，德不孤必有邻，你们不是孤独的，你们真的不是孤独的。只是我现在暂时先不说，是因为很多人我不想曝光他们，即便他们说他们无所谓，我也觉得还是先不要。但是我真的很期望论文门这件事情水落石出的时候，我能用各种的方式去感谢他们或者纪念他们。对，接下来我要谈到的就是说，这礼拜大家也很关注到，就是关于论文门这个出庭证人这件事情。虽然其实彭批强调过很多次，大家会关注到说，哦，陈前总统陈水扁啊，不是也讲过吗？是不是他要出庭？其实你就讲他不是关键的证人，他
当时他也就是听说在法院上面，在庭上面其实证力有限。那个陈水扁他自己其实差不多也是讲这样的意思，他就是说啊，我都不清楚啦，我都不知道啦，我只是听说等等。但是大家会很好奇的是说，哎，陈前总统这时候突然的，因为这个已经讲了好久了嘛，突然的出了这一篇文章，很多人说他是在可能开玩笑说他求生欲惊人呐、有些人也认为说在跟蔡英文表态，因为要特赦等等。也有一些人从司法的观点来讲说，因为他现在是保外就医啊，他一旦他可以去出庭论文门的庭，那就代表他要出庭他自己官司的庭等等，所以他要做出一个表态。也有人把这件事联想在一起，因为这个是之前在9月份的报道嘛，总统府委外研究外国赦免制度，那时候就质疑会不会是为了特赦陈水扁铺路。那时候写这个文章的也是最近这个爆料蛮多的媒体人黄阳明，他提到的这个就是总统府德日美3国赦免法制还有实务的委托研究案，是台北大学32万元得标。值得注意的是，他研究的案子是从8月16到12月15，也就是在前2天，这个研究的委托案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是不是针对这个研究的委托案会来进行所谓特赦的修法等等？有些人在怀疑说，这个时间点上会不会是让陈前总统突然之间，赶快好像跟论文们要保持距离，要切割开来，说他都不清楚，他都听说的。我不知道彭平你怎么看？首先，这个陈前总统的这件事情，事实上，陈前总统他在民视的节目《勇哥》新勇哥应该是我也搞不清楚。不是，应该是说那个阿扁踹供阿扁踹供那个什么 something 呀，这个节目其实他在2019年的9月跟11月，他分别都有一集讲的蛮多的。大家听到说是黄国俊去处理的，确实我们用的词不精准，阿扁没有说巧，他说这是黄国俊委托季登司去处理的。那我们可能把这个处理的字做过度的延伸。好，处理人可能是什么？处理就是去申请啊，对不对？去按照正常程序啊，我是不知道，这是不太可能啦，因为按照英国伦敦大学的规定，你的按照正常程序就是要本人嘛。要不然就是本人要有法律上面的一些公证之类的事情。好啦，那如果真的是本人公证，也不需要去找到前校长嘛，这个完全就是割鸡用牛刀啊！你如果自己有公证文件，有法院公证文件，你找一个小弟去跑腿，人家也是会给你嘛。对，就像童仲彦，他不是自己去申请，他告诉大家吗？对。不过童仲彦我也很佩服他啦，因为他真的也是被掐着脖子的人。那这个相较之下，你看童仲彦为了5万块助理费，被判了3年半，5万块助理费，我的天哪！糊涂一点的人，真的有的时候，这种，而且他的答辩我看了，他的状况就是说，你知道这个民意代表这一行哦，他们会有很多人，他们会需要支付车马费啦，找人写文章要润笔费啦，找别人去代为处理某些事情，送花篮送花圈，我要汇钱给你啦，对不对？可是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给的，也没有办法有收据的。对。所以他可能就是在这个账当中呢被查到，这当然是有人检举嘛，有人要恶整他，那被查到说他都不拢的账大概有5万多块，这样子被判刑，我忘了一审是判多少年，判好像6、7年，2审减刑到3年，那这就让我想到很多类似的例子啦，包括这个林义士什么6000万，好像也是只被后来减刑也是变成3、4年之类的。诸如此类是层出不穷。那确实，在论文门这件事情曝光的人，很多人都被整，这是真的。所以大家接下来啦，就是要多关心一下阿董啊，那不要因为他出来爆料就被整。同样的，陈前总统，我也无意要拉他下水或什么，我觉得，我觉得这很不厚道。但是。我的律师也是脱口而出啦，他也事前也没有跟我讲很清楚，因为我在海外，我们对于诉讼的策略上面，我个人认为，阿扁总统有没有说这句话，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了啦，因为
就是传闻证据嘛，而且中间有个断点嘛，对，告诉他这件事情的已经过世了，对，所以很难确认嘛。啊，那既然很难确认，我们当然不会劳师动众，让一个保外就医的人去承担额外的风险。我觉得这样做人也不厚道。好，倒是回到刚才讲的这个眼里特赦这件事情，其实我怎么看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蔡英文上任已经6年了？你知道特赦陈水扁应该是说保外就医让陈水扁保外就医的人是谁？是马英九哎，对啊，对，在马英九任内啊。那今天当时一直威胁说要把陈水扁抓回去，还包括最后规定说他去 7-Eleven 都要报备的人是谁？是那个时候蔡英文执政时候的台中监狱。台中监狱的典狱长这么嚣张，敢这么政治化的去处理这个保外就医的前总统，敢这么去放话，背后一定有人指示嘛？你想也知道嘛。是啊，不然他怎么会去淌这个浑水？高度政治敏感，这么大张旗鼓。对，会弄到说，去走出家门就要报备，这不合情理。所以这件事情背后一定有人在操作。其实我这么看啊，我大胆的预测，马英九的3中案虽然一审无罪，接下来检察官不是上诉了吗？我认为啦，2审还有的瞧啊。这个过程当中，属于政治操作的面还会很多。各位试想，如果我把民进党内的这个，因为阿扁毕竟还是有他的一些支持群众嘛，对，马英九也有他的支持群众。我把蓝绿2个人都绑架了，跟你交换，咱们大伙儿一起特赦好不好？你觉得呢？所以我觉得蔡英文在下一早起，哇，也许我早日心度君子之腹吧。你不然你说他是什么？我就让你看3任总统都有案在身。那咱们一起来吧。有谁会说不可以？民进党、国民党，再加上改朝换代后的民进党，因为挺扁的人一定讨厌蔡嘛，挺蔡的人一定讨厌扁嘛，所以绿营的这2边加起来，再把马英九的支持者，总是有一些蓝营，3个加起来，就变历史工业了。特赦元首，对，历史工业，然后大家交换条件嘛，你不特赦我，那我就不特赦你喽。所以他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蛮不幸的，就我觉得都被我们看穿了啦。至于这件事情会不会这么做，大家看看吧，大家看看历史，看看时间，来看看我们推测的对不对吧？但是呢，我这边要讲到最后一点点，刚才彭批在讲说，一个人如果你每次都作弊，怎么可能中间一次不作弊？人家在讲到说蔡英文2025非核家园这件事情，我最近柯文哲上了广播节目，谈到说有一个绿营的很资深的大佬曾经跟他讲过，蔡英文根本没有想说2024之后的事情。他说那之后他就卸任啦，所以他没有之后的什么能源政策与他无关。后来也有人查，也有人讲，就是2019年其实就是李远哲讲的嘛。李远哲就说，他就跟蔡英文谈说，我们那个缺电缺水，2019年还有温室气体啊，空气污染很严重。他说呢，蔡英文只回答那是下一代的事，跟那是前朝的事，就是说这是前朝种的因，那这个果要怎么解决，那是下一代的事情。这个看起来。那你现在跟我讲说什么？我们规划了什么天然气啊？规划了什么非核家园、绿能家园？看起来也的确是一场骗局。这个事情在维基解密当中早就讲过了。维基解密当中形容美国 AIT 的情资，呈报给美国国务院的有关于蔡英文这个人的评语，就是他就是那种把什么事情都推给其他人，而什么事情都不做的律师。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一段，就对他蔡英文来讲，那老美早就看清楚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那讲到这个，你说美国知不知道蔡英文是个假博士呢？他当然知道啊。我想所有的证据应该都已经早就被这些 CIA 跟国务院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只是他们觉得现在他要下来其实有点麻烦，因为接下来补选的人还要去重新适应，应该说递补的人啊，或者是再拖下去就要补选，不是就是。递补。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不会
影响一些变数，所以他们倾向于就不去动嘛。可是他不去动，他没有禁止我们动啊，对不对？你说我今天做了2年多的这个节目，美国在台协会有尝试的稍微跟我暗示一下，聊聊天，喝杯咖啡吗？没有嘛。你想想看哦，当初喜乐岛联盟成立的时候，大家不知道还记不得那时候的主席叫罗仁贵牧师。AIT 高雄办事处处长还特别去拜访。那喜乐岛联盟是什么小党啊？是，对不对？他也想知道你们要干嘛，这样子。对对对，但是其他党可能就会蛮吃味的哦。其他什么小党从来没有 AIT 官员来过哦。所以，这个，那你说，如果今天 AIT 真的关心这件事，那我现在人在美国嘛，对不对？我现在是这个拜登管的嘛。如果他们真的觉得 Dennis 彭做的事是错的，不符合美国利益，他们早就来找我啦。对啊，拜登就早就来跟我聊聊啦。反正你就在草坪那里而已啊，他就直接从白宫走出来，对，就跟你讲一下。下班的时候拐个弯就来找我啦，对不对？是，我想他们心里知道啦，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回事，他也知道我们宇宙真音学院还有论文开箱，没有个2000万，也有个1000万人，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任何人来找我都没有用，因为我们在做一件真正就是我们在做一件对的事情。所以，当然国际政治有国际政治的利益纠葛，这个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好这个智慧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读书人也好，作为一个媒体人也好，我们就是坚持我们看到的，对的就说对，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圣经上说的，再多说就出自那恶者。恶者是什么？恶者就是魔鬼。如果我今天为了政治考量，所以我就是说成不是，那我就是魔鬼，这是圣经上讲的，所以就不用多说。对，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它造成什么政治后果？对不起，那是政治人物的事情，你们去处理，别来烦我。对，那接下来是这个所谓的论文开箱的好朋友，还有这个宇宙政经学院的好朋友，你们要做的事情了。一样，最后的结尾我还是要呼应一下。多多订阅，震惊关不了，也多多订阅，而且拜托帮忙订阅论文门开箱，就在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记得检查一下有没有按下去。这个订阅论文门开箱，我们的目标是在春节前冲破10万的订阅户。那最后也谢谢彭批，也请彭批有机会的话，帮我们多多也呼吁大家来多多订阅论文门开箱，谢谢彭批。好，请大家多多的宣传替徐福这个节目，因为徐福非常勇敢。我坦白讲，他每个礼拜做论文门，他非常的勇敢，大家一定要支持。你知道我们节目当时6个月破10万，要让徐福的这个论文门开箱超越震惊关不了，台湾才有公益。